移動端DRAM內存今年第一季度合約價單季暴漲 90%。 你可能覺得這是半導體行業的原材料數據，跟你沒有直接關係。朋友們，今天這期視頻我要告訴你的是，你下半年換手機和電腦的賬單，以及你手裡蘋果股票未來2個季度的盈虧，都藏在這個數字背後。我算給你看。咱們先來看看現在的硅谷到底是個什麼瘋魔的狀態。微軟、Google、Meta 這3家巨頭剛交出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財報，那數字看起來根本不像公司的財務報表，更像是一份暫時經費開支表。微軟單季度的資本支出，就是拿去買設備建數據中心的錢，高達319億美元。Google 是357億美元 ，Meta 砸了将近200億美元。這幾家公司把他們單季度總營收的32%到38%，全部砸進了無底洞一樣的 AI 基礎設施裡。他們在拿命借錢，瘋狂地搶購英偉達的顯卡，建那些動輒耗電幾百兆瓦的超級數據中心。這3家加上亞馬遜，4大巨頭今年全年的資本開支指引合計直接幹到了7250億美元。這個數字我們在上期視頻裡剛剛提到過，相當於把整個荷蘭一整年的 GDP 全部砸進去建機房。在他們的邏輯裡，現在誰不搶算力彈藥，明天就會被时代的列車直接碾過。Meta 的扎克伯格僅僅是在電話會議裡宣布，今年還要多花100億建基建。Meta 的股價盤後就應聲下跌了約 6%。華爾街對這種燒錢速度已經恐懼了。但是當你把目光轉向那個4萬億帝國蘋果的時候，畫風突然變得荒誕了，甚至有點魔幻現實主義。美東時間4月30號盤後，蘋果交出了2026財年第2季度的成績單，總營收1112億美元，淨利潤296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19%， 雙雙把華爾街的預期按在地上摩擦。按理說，全行業都在搶算力，蘋果總該建幾個超級 AI 數據中心了吧？結果呢？蘋果當季花在購置物業、廠房和設備上的實際資本支出，滿打滿算不到20億美元。這20億占1112億總營收的比例，連可憐的 1.7% 都不到。微軟、Google 恨不得把1/3的營收砸進 AI 基建，蘋果連 1.7% 都捨不得出。那蘋果的錢幹嘛去了呢？庫克大筆一揮，拋出了一份震動華爾街的公告，董事會批准新增1000億美元現金去回購自家的股票，1000億美元折合7000多億人民幣，這相當於把好幾個中等規模國家1年的 GDP 一次性的全塞給了華爾街的股東，順手還把股息提了 4%。 華爾街看到這1000億的紅包，第一反應當然是鼓掌，盤後股價漲了約 4%。 但朋友們，如果你仔細聽了那場長達1個多小時的財報電話會議，你會發現在這場看似瘋狂的撒錢盛宴背後， CEO 蒂姆·庫克罕見的甚至有些心虛的向全世界吐露了一個刺耳的意境。他說，內存芯片的成本正在急劇的飆升，在接下來6月份的季度以及以後，這種成本壓力將對蘋果的業務產生越來越重大的實質性影響。就是這句話，天量撒錢給股東秀肌肉和底層硬件成本瘋狂報警訴苦，這2個矛盾的信號既然同時出現在了一份財報裡。這1000億美元的現金紅包根本不是什麼基本面無敵的炫耀，它是庫克為了掩蓋一個致命的數字黑洞而向全世界施展的一場華麗的財務障眼法。
要看透這場障眼法，咱們得做一道殘忍的小學算術題。蘋果這份財報裡，淨利潤絕對值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19%， 但蘋果高調宣稱自己的攤薄後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增長了 22%。 發現盲點了嗎？公司總共賺的錢漲了 19%， 但每一股賺的錢卻漲了 22%， 憑空多出來3個百分點。這 3% 是從哪變出來的呢？答案就是那1000億美元的天量回扣。蘋果就像一台沒有感情的吸尘器，在公開市場上瘋狂的吞噬注銷自己的流通股本。說白了，這就好比一塊蛋糕原本要分給10個人，現在蘋果花錢把其中3個人請出了房間，蛋糕本身並没有變大，但留下来的7個人，每人分到的那塊肉眼可见的变厚了。外行散戶一看，哇，每股賺的錢越來越多了，蘋果基本面無敵啊！但本質上是一種精密的財務工程，我把它叫做財務反引力。但朋友們，這裡還藏着一把更要命的刀，正在朝蘋果悄悄地舉起來，矛頭直指它的命根子。蘋果為什麼要在這個節骨眼上把財務反引力拉到滿格呢？因為庫克太清楚了，蘋果在生成式 AI 時代的資本支出是一個危險的真空地帶。當微軟和 Google 用動輒幾百億的企業級雲服務合同，把他們砸下去的算力成本迅速變現的時候，蘋果在原生 AI 戰略上是严重延後的。現在還要靠花錢買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給 Apple Intelligence 充門面。蘋果內部沒有那種能吃掉上千億資金的現象級 AI 項目，也沒有直接的雲端大模型变現渠道。如果在這個時候，蘋果不掏出這1000億來安撫華爾街，那幫資本大鱷們就會立刻的撕破臉。你的 AI 底座到底在哪呢？所以這1000億就是蘋果花錢買來的一件財務防彈衣，用這種市值管理手段強行為自己的原生 AI 延遲戰略爭取時間窗口。華爾街那幫頂級的分析師真的被這1000億堵住嘴了嗎？根本沒有。在財報電話會議的問答環節，摩根大通的明星分析師 Sameek Chatterjee 拿着手術刀直接切開了蘋果的財報，他死死盯住了一個反常的數據。蘋果對外宣稱的綜合毛利率高達 49.3%， 看起來非常驚人，但這其實是被他那高達 76.7% 利潤率的服務業務強行拉高的。就像首富馬斯克和你平攤收入，平均數看起來你們的資產都上千億，但實際上呢，各幹各的活，毫無關係。如果撥開這層遮羞布，單看蘋果純粹的產品硬件毛利率，已經從上一個季度大幅暴跌了整整200個基點，只剩下 38.7%。這位分析師當場逼問蘋果的 CFO Kevin Plank， 你們硬件毛利這200個基點的暴跌，是產品賣得不好，還是又在拿外匯波動當擋箭牌呢？結果蘋果的 CFO 被逼到牆角，只能坦白地承認，這200個基點的坍塌主要就是因為更高的內存成本。庫克可以用1000億買華爾街一時的平安，但他堵不住物理世界的殘酷法則。那個名為存儲通脹的龐大回旋鏢，以雷霆萬鈞之勢砸向了蘋果的後腦勺。朋友們，我們在4月23號那期蘋果換帥的視頻裡也提到過存儲通脹這個概念。今天我們要把這條線拉得更完整，而這僅僅是這場波及全人類的硬件大掠夺的序幕。你以為蘋果的麻煩只是內存成本問題嗎？不，真正的戰場在半導體車間的物理世界裡，而且它已經燒到了你和我的錢包。咱們把視角切入到冰冷、殘酷的半導體物理車間，
根據全球半導體研究機構 TrendForce 集邦資訊的最新監測數據，2026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機用的移動端 DRAM 的内存合约价，就是我们開頭說的那個數字，環比暴漲了整整 90%。這是 TrendForce 有監測記錄以來智能手機內存最大的單季漲幅。到了第二季度， NAND 閃存的價格繼續像瘋了一樣，環比飆升了 70% 到 75%。那誰在這場海嘯裡賺瘋了呢？毫無疑問，是韓國的存儲雙雄 SK 海力士 Q1 2026的營業利潤率達到了令人咋舌的 72%， 三星的營業利潤更是同比暴漲了 756%， 單季度的利潤把去年一整年的錢全賺回來了。他們是怎麼做到這種搶錢速度的呢？直接對手機和電腦廠商拔管子。三星甚至在官方網站上直接宣布停產舊款的 LPDDR4 系列手機內存。為什麼呢？因為要把所有的晶圓、所有機器、所有工程師全部調去瘋狂生產利潤極高的 HBM， 也就是高帶寬內存，賣給英偉達、賣給微軟和 Google AI 數據中心。這背後是任何商業談判都無法違背的底層物理法則。製造 HBM 和製造手機普通內存要共用一條先進製程的晶圓產線，按行業內部的普遍估算，兩者的產能轉換率大約是3:1。雲端巨頭每造一塊用於 AI 大模型的 HBM， 就必須從物理世界上強行抽走3塊原本用來造手機內存的晶圓產能。這就好比神仙打架需要海量的彈藥，他們連個招呼都不打，直接下凡，把老百姓用來種糧食的口糧田全推平了，拿去建兵工廠，糧食節收了，你能指望市面上的饅頭不漲價嗎？這種產能的絕對擠兌，直接把整個消費電子的成本結構徹底的幹碎了。摩根大通的分析報告給出了一個堪稱災難的預測，過去內存只佔到一部 iPhone 總物料成本的 10%， 但到了2027年，由於這種無底洞的通脹，內存成本可能會佔到 iPhone 總物料成本的驚人的 45%。 你想想看，如果造一輛汽車，光4個輪子就要佔掉整車一半的成本，這生意還怎麼做呢？當年年淨利潤近1000億美元，手握全球最強供應鏈霸權的蘋果，都開始在電話會議上承認，甚至帶着幾分難堪地說自己快要扛不住成本的時候，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在紅海裡苦苦掙扎，成本原本就薄如刀片的安卓手機廠商，已經被逼到了什麼樣的絕境呢？為了活下去，他們只能把這餅帶血的屠刀悄悄地伸上了你和我的錢包。這場對消費者的屠殺表現為明升暗降。先說明着搶，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這波漲價信號就已經出現了。進入2026年，安卓陣營旗艦價格普遍比上一代拔高了 8% 到 18% 不等。原本定在4-5千塊的旗艦機，現在動不動就要逼近6000大關。而那些原本只要1000多塊的千元機，因為單單一個存儲芯片的成本就漲了幾十上百塊，廠商按原價賣就是賣一台虧一台。根據 TrendForce 的預測，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今年將面臨超過 10% 的斷崖式下跌，真正低於150美元的入門級手機市场正在面臨實質性的消亡。但是比漲價更讓人惡心的是廠商暗中搞的隱形降配，這也是今年下半年買手機你最容易踩進去的大坑。在2024年、2025年本來已經快要普及的 16GB 超大運行內存，到了今年
幾乎快要從主流視野裡瀕臨的滅絕了。大量原本計劃上12GB 的次旗艦被硬生生的砍回了 8GB 起步。China Force 明確指出，低端市場的基礎版手機將重新退回 4GB 的內存。你在2026年用 4GB 內存的安卓機，隨便開2個 App， 後台絕對殺個片甲不留。除了容量縮水，傳輸速度的降配更是殺人誅心。原本高端機標配的 UFS 4.0 閃存讀寫速度快，但現在很多所謂的性能旗艦暗中把閃存降級回了上一代的 UFS 3.1， 速度直接夭折。這就好比廠商不僅把原本4車道的高速公路強行縮窄成了2車道，還照樣收你4車道的過路費。你花更多的錢買回來一台加載遊戲更慢、錄超高清視頻更容易掉帧、用久了更會嚴重卡頓的縮水手機。他們把這些縮水藏在了隱蔽的規格表裡，這是一場對消費者體感的極致剝奪。但你以為安卓的故事就這麼完了嗎？不，在這場安卓哀鴻遍野的慘劇裡，真正有人不慌，而且還在磨刀的，只有一家，那個穩坐4萬億王座的蘋果。安卓陣營已經被逼到了絕路，而蘋果卻做出了一個令所有競爭對手都膽寒的決定。這是一場真正的流血絞肉機。供應鏈研究員 Jeff Pro 與分析師郭明奇最近爆出了一份震撼的供應鏈清單。今年秋天即將發布的 iPhone 18 Pro 面臨的成本暴漲已經突破了蘋果歷史上的最高警戒線。壓力主要來自2個方向。第一， iPhone 18 Pro 要首發獨佔台積電最新的2納米工藝 A20 的芯片。為了讓本地 AI 跑得快，台積電配套使用了一種把內存芯片直接高密度疊層焊接在主板芯片旁邊的先進封裝技術，讓大腦和記憶力合二為一，省去信號傳輸的漫長路途。代價是什麼？2里爬坡加上先进封裝，導致單單這一顆 A20 芯片的採購成本就暴漲了 80%， 高達$280。第二，就是存儲顆粒的通脹。Jeff Pro 的研報模型估算，到了秋季發布時， iPhone 18 Pro 的内存組件在整體物料成本中的占比將從年初的 9% 到 10%， 急劇膨脹到 12% 到 13%。按常理出牌，單機成本激增了上百美元， iPhone 18 Pro 肯定該大幅漲價了吧？錯，郭明奇和 Jeff Pro 給出的最新預測讓整個安卓陣營感到震驚。蘋果目前的最高戰略指示是盡最大可能凍結 iPhone 18 Pro 的首發價格，死死地咬住1099美元，1毛錢都不漲。iPhone 瘋了嗎？當然不是，這是蘋果在 AI 時代最陰險也最無解的逆周期定價陽謀。全行業的成本都在漲，安卓旗艦為了活命紛紛提價，有些甚至賣得比蘋果還貴。就在這個安卓漲價、消費者極度反感的黃金真空期，蘋果憑借自己手裡捏着的1000億美元淨現金，選擇自己生吞這波物料通脹。他寧可讓自己的硬件毛利率短期流血，也要維持住這個具有殺傷力的價格锚點。蘋果還有一張更絕的底牌，錯峰出行。那些利潤微薄、對物料成本敏感的標準版 iPhone 18和 iPhone L， 蘋果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戰略性的推遲到2027年春季再發布，完美避開了2026年第4季度全球內存採購成本的絕對最高峰。等明年上游新增產能釋放，
價格稍微回落了，再拿出來賣。這就是4萬億帝國的商業手腕，讓對手在最貴的時候硬撐，自己在最划算的時候才出手。當然，這張牌能出多久，取決於特納斯出手後願意讓硬件毛利率流多少血。蘋果為什麼要這麼幹呢？真的是為了給消費者發福利嗎？別天真了，他圖的是你下半輩子的錢。蘋果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只要用這種性價比反差，把那些對安卓漲價失望的高端用戶強行拉進 iOS 的封閉生態，他就贏了。因為蘋果根本不靠賣那塊玻璃和金屬賺錢，它靠的是毛利率高達 76.7% 的軟件服務。你只要進来了，每月交給 iCloud 的擴容費，買 App 交的 30% 蘋果稅，還有未來大概率會收費的進階版 Apple Intelligence 訂閱服務，這些利潤率極高的軟刀子，會把你身上被免掉的那點硬件差價，連本帶利的全部抽回來，用短期硬件的流血，換取長期生態的無盡稅收，這根本不是手機大廠的競爭。這是用4萬億帝國的金融體量，對整個安卓生態進行了一場高維打擊。好，神仙打架講到這裡，整個局算是已經徹底盤活了。那這台隆隆作響的時代绞肉機，到底會怎麼攪碎你手裡的錢呢？對於買美股、持有科技股的朋友，請你立刻丟掉財報雙超預期加上千億的回購，蘋果基本面就無敵了這種散戶韭菜思維。接下來2個季度，你評估蘋果股票生死存亡的核心指標，根本不是 iPhone 18能賣多少台，而是蘋果對第3季度給出的綜合毛利率官方指引期間 47.5% 到 48.5% 這條底線。這1000億的回購只是一顆財務上的止痛藥，藥效是會過去的。蘋果 Q2 的財報裡已經明確透露，此前靠提前在低價位囤貨的內存庫存扛過了衝擊，但庫克親口承認，這層緩衝幾乎已經耗盡。一旦蘋果龐大的服務業務利潤沒能扛住內存暴漲帶來的硬件成本失控，綜合毛利率一旦跌破了 47.5% 這條生死線，華爾街的翻臉速度會比翻書還快。哪怕營收再好看，也會面臨盈利下調和估值倍數收縮的戴維斯雙殺。這就好比一家餐廳，客人越來越多，但後廚進貨成本暴漲，最後越賣越虧，股東一看賬本，當場撤資。更可怕的暗流藏在蘋果最高層的權力交接裡。今年9月，搞硬件出身的特納斯就要正式接替庫克出任 CEO， 庫克則轉任執行董事長。就在這次財報會上，蘋果 CFO 悄悄釋放了一個危險的財務信號：庫克時代堅持多年的淨現金中心目標大概率要終結了。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蘋果靠回購來推高每股收益的財務魔法快要玩到頭了。當特納斯接手後，面對微軟、Google 4巨頭那7000多億美元的數據中心大軍，蘋果還能繼續靠白嫖別人算力混日子嗎？一旦被迫打開那資本支出的水龍頭，每年也砸幾百上千億去建自己的 AI 數據中心，那蘋果建立的低資本開支、高回購分紅基礎上的估值泡沫，瞬間就會面臨痛苦的重估。華爾街會立刻把它從高成長科技神話股踢進公共事業收息股的行列，這才是蘋果帝國在這個週期裡面臨的最大實現。對於咱們普通的消費者來說，這期視頻就是一份實打實的錢包生存指南。從2026年下半年到整個2027年，
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將進入一個充滿縮水陷阱、黑暗的同質化深淵。整個市场正在發生 K 型的分化，低端市場被徹底的打入冷宮，廠商為了保本，向市場傾銷搭載 4GB 內存，用了古董級eMMC 協議閃存的電子垃圾，而大容量、高規格的高速內存將迅速變成只屬於少數極客和高淨值人群的數字奢侈品。你花大價錢買的新手機，很可能除了換個殼子、換了個名頭，底層的內存速度、存儲容量，甚至還不如你1-2年前買的舊款。我的決策建議非常直接，除非你的手機已經徹底的摔碎了，否則只要你手裡現在握着一台運行還算流暢，特別是擁有 12GB 或者 16GB 大內存的老款旗艦機，那千萬不要在这個時候換機，除非你是不差錢的主。覺得手機不耐用了，花個100-200塊錢去官方售後換塊新電池，然後死死的苟住，因為在未來的1年多的時間裡，你一旦衝動消費，大概率就會成為替這波全球算力通脹買單的冤大頭，花更多的錢買回來一台跑得更慢、配置更蓋的數字奢侈品。在這個所有人都在仰望雲端、痴迷於1000億參數大模型的狂熱時代，底層物理世界的供應鏈正在對我們進行一場冷酷的財富收割。巨頭們在雲端搶奪算力的代價，最終全都化作了你我手裡那張高額的手機賬單。在這裡，我也想問大家一個讓我思考了很久的問題：蘋果這招生吞硬件成本，靠不漲價绞殺安卓，最後用蘋果稅瘋狂收割的陽謀，你認為它真的能就此繼續統治高端市場嗎？還是說，等這輪存儲通脹的最高峰過去，安卓廠商能趁着成本回落，打出一場漂亮的翻身仗呢？如果你覺得蘋果這波降維打擊贏定了，請在評論區打下蘋果通殺。如果你覺得安卓命不該絕，遲早能反擊成功，請在評論區打下安卓反擊。看透資本迷局，守住你我錢包。這裡是明月3000里的頻道，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